美军将强化关岛、澳洲基地来对付中国，台湾地区当局却闻到了绝望的味道。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冯前少。据中评社报道，根据拜登政府刚刚批准的美军全球态势评估结果，美国将强化在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以对付被美军所认定的进展最快的挑战——中国。在五角大楼刚刚完成的这份全球态势评估中，美国的专家声称，说为了对付中国，美军将强化关岛和澳大利亚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优先考虑整个太平洋岛屿的军事建设，同时为军事伙伴关系的活动寻求更大的区域准入。该报告还表示，说五角大楼通过减少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部队和装备数量，更多的将关注点集中于印太地区，使印太地区的战备情况得到改善，活动相应增加。五角大楼负责政策事务的副国防部长表示，在澳大利亚，你会看到新的战斗机和轰炸机轮换部署，你会看到地面部队训练和加强后勤合作。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你会看到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善。在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和澳大利亚，该报告还批准在韩国固定驻扎一个以前是轮换的攻击直升机中队和一个炮兵师的总部。美国智库国防优先政策主任称，这个全球态势评估有点味儿。什么味儿呢？他指出，即便美国在中东、欧洲甚至亚洲的基地少得多，但美国仍会是安全的。在中国附近增派美军和设立基地不会减缓中国的大国崛起。中国大陆远程精确武器的发展，使得美国海外的基地更容易受到攻击。那么，美国为什么强调要加强第二岛链以及澳大利亚基地的建设呢？其目的何在？估计如果台湾地区的领导人明了了美军现在所实施的新战略，他们恐怕就会感到更加的绝望。首先，中国军力的强大让美军在第一岛链的活动变得非常的不安全。一旦发生战争，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将难以承受。这也意味着美军现在已经开始考虑，一旦失去台湾这个第一岛链支点之后他该怎么办？最后，中美两国的常规军事力量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到美军的战略部署。而在远程精确打击武器这个方面，美国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改变劣势。即使美军加强了第二岛链的建设，但是仍然无法改变其军事基地少、抗毁能力弱、后勤补给困难等一系列的情况。如果美军真的想推进这一战略，那么澳大利亚就会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这也意味着中澳关系的改善将面临长期的困难。如果澳大利亚下一届政府的领导人头脑是清醒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中澳两国之间还有比较大规模的经济往来，那么一旦和中国作对，在经济上吃亏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澳大利亚。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我想下一届或者下一届澳大利亚政府恐怕就必须考虑改弦更张的问题了，起码要缓和中澳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这才是对澳大利亚最有利的选择。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